大家好，首先要祝某人生日快乐。成功和失败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约定俗成、普世价值的绝对定义。例如考上名校、一夜暴富、扬名立万、功成名就等等等等，都是妥妥的成功的标签。但是成功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吧，在王健林的眼里，1亿的小目标达到之后才算得上是成功。很显然，世界上99.999%的人都没法达标这个前首富的成功标准，所以成功本质上就是一个因人而异的概念，有点像吹气球，每个人的能力有多大，气力有多大，他的气球，他的成功就有多大。同时也就应了那句俗不可耐的套话，也就是所谓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青山万里伤心地，话说有一位老爸，同样时刻都在操心自己那个貌似浑身缺点的孩子，因为他这个不省心的儿子已经快16岁了，却都一直表现得阴柔内敛、唯唯诺诺，不会去争强好胜。所以在这个好胜的老爸眼里，这小子连一丁点的男子汉的气概都没有，完全没有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一种靠着拳头打拼天下的欲望、冲动和成功。这个天天都愁眉苦脸的苦逼老爸，10几年来算是用尽了所有的棍棒皮鞭、威逼利诱的办法，都没有任何的效果。于是这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请一位圈子里的德高望重的老拳师来提点和训练一下自己这个不出息的孩子，期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孩子再大一些的话，再想管的话，也完全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白羽一洗空垂罗，老爸把这个孩子拽到了老拳师的面前之后，老拳师看了看这个孩子的体格和资质，就对他的老爸说：你放心吧，这孩子就留在我这边吧，3个月之后，我一定把他训练成为你期望的那种真正的男子汉。不过在这3个月里，你就别来打搅他了。这个当老爸的听到这话，真是大喜过望，爽快的就同意了。跟着3个月后，老父亲满心好奇和欢喜的来接这个孩子了。在他面前，老拳师还特意安排了这个孩子和自己得意门生进行了一场示范比赛，以展示这3个月来的训练成果。结果呢，这位老拳师的高徒一出手，孩子便惨叫了一声，应声倒地。看到他老爸，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孩子痛苦地捂着胸口，艰难地爬了起来，继续摆开架势迎接挑战。只不过很明显，3个月的底子跟3年的身手还是差距太远。这孩子再次被一拳 KO， 跟着他又在痛苦的喘息中摇晃着站了起来。就这样来来回回被 KO 了20多次，看到他老爸差一点一块吐血。看到这，老拳师这才叫停。痛苦飘零于到此。老拳师回头看了看这位原本期望值很高，脸色却已经相当难看的父亲，问道：你觉得你的孩子表现得怎么样呢？有没有看到你当年打拼天下、权霸一方的影子呢？说到这儿，这位老爸吞了吞口水，艰难地说道：我他妈的真是惭愧死了，咋就生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想不到我送他来这儿都受训了3个月了，还是一点都不长进，还是这么的不用心、不精打、不争气，这么容易就被人一招打中，而且一招就倒下了。再这么打下去，就快给人打成沙包了，真他妈的丢死人了。悲喜成败子如何？老拳师一听之下哈哈大笑，他拍了拍这位无名火大的父亲，安慰说：稍安勿躁吧，你呀只看到了片面的输赢，表面的胜负而已。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被击倒之后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呢？你到底有没有留意到你的儿子
被击倒后爬起来的速度反而是越来越快了呢？你到底有没有发现，你的儿子现在的眼里面都是倔强和野性呢？他心里面的勇气、毅力和豁出去的架势，早就让他忘掉了痛苦、摔倒和失败。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男人应该有的气势和成功吗？青山万里伤心地，白羽一袭空垂罗。痛苦飘零于到此，悲喜成功子如何？任何人都有失败的时候，一辈子都不可能不被失败打倒过几次，或者几百次，甚至几万次。重要的是，即便被打倒了，也要有勇气站起来，哪怕这辈子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困难、被挫折所打倒。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那就已经算是成功了。因为哪怕站起来的次数如果比倒下去的次数多那么一次，那就是成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台阶，有的人一辈子或许能够遇上10个台阶，有的人100个台阶需要去攀登，而有的人注定有1万个台阶需要去攀爬。因此，每登上一个台阶都寓意着每一个成功。甚至在每一个台阶上摔倒之后，不气馁，不退缩，不放弃，接受了失败，克服了畏难，学会了教训，然后再重新爬起来，重新攀登，都是一种正向的成长、成绩和成功。